大家好，我是钟子通。3月到了，天气也开始回暖了，想必也要看一些作品来让血管好好舒张开来了吧。首先要介绍的就是 ABF326， 这部是林春爱里的作品。那当然是因为本作真的非常精彩，跟我和林春在东京共进午餐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欣赏他的作品。那本作的题材就是逆搭讪，一般来说这种题材给侵略性比较强的演员来演出会比较精彩一点，但意想不到的是，在本作当中，林春虽然也是变得更主动，但更多的还是他那个亲切温柔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题材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非常的优秀。即使我没有跟林春在东京共进午餐这件事情，我也是会毫不犹豫的推荐这部作品的。那我们接着看到是 SNOS161 白上校花这部作品呢，也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因为剧情就是描写白上扮演的女大学生志工被原本应该是帮助对象的游民们给无情凌辱。那这不管是在画面上或是题材选择上，冲击性都相当的高哦，甚至让人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让一个这么可爱的女生演这种题材？但如果是白上的粉丝呢，相信一定会注意到，她真的很常演这种特别的剧情题材，这也是让人对她爱不释手的其中一个原因吧。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 IPZZ789，也是这个月我相当期待共演，分别是由金松纪部以及长滨蜜里演出。那两位在 S1 跟 Idea Pocket 都颇有实力，这是能够共演，相信大家也是很开心啊。那这部的剧情简单暴力，描写两位一流写真偶像被有钱人下药之后理智全失啊，瞬间成为富豪玩物。在画面上，因为两位身材跟脸蛋都是顶级，看上去当然是十分过瘾哦。那同时也在这边推荐一下金松的 SNOS106，号称让他完全不休息，疯狂做菜8小时，画面张力拉满，非常适合想要看激烈肉搏的你啊。OK， 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这几天一定都被攀岩好手 Alex Honnold 徒手攀爬上台北101的壮举给感动到了。那应该都是跟我一样，就是全程屏息以待在看那个直播。可是如果你今天刚好出国，然后去一个没有办法收看直播的地方，网络不允许的话，要怎么办呢？没有错，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Surfshark VPN。有了 Surfshark VPN， 它突破网络之间返理的速度，就像是在摩天大楼之间攀爬一样，既快速又精准，超过140多个地区，4500多个伺服器的涵盖范围，让我们不管到哪里都能享受到 Surfshark VPN 爸爸的资源。Alex 在攀爬大楼的过程中展现的高超意志力与耐力，就像 Surfshark VPN 在保护我们使用网络时的安全，怕会留下容易被追踪攻击的足迹。另外最惊喜的就是 Surfshark VPN 现在只要申请1个账号，就可以支援无限装置数量，让你不管是使用手机或者使用电脑，都可以轻松的追上直播，享受这个无间断的攀爬直播全过程。现在诈骗盛行，人人自危，各式各样的诈骗信件让人防不胜防。Surfshark VPN 的电子邮件诈骗检查器更能全面防止你误点连结，守护你的网络使用安全。马上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输入我的折扣码 FingerMaster56，或者是进入 Surfshark.com/FingerMaster56，就可以获得4个月的额外 Surfshark VPN 使用期。作为一个现代的网络使用者，使用 Surfshark VPN 绝对是你网络遨游的好伙伴。下一部就是 MIKR082生日向子，在这部作品当中，而且展现出业界首屈一指的美腿功力。那个女教师造型完全就像是她的专舞一样，不管是吊带袜、黑丝、白丝，全部都轻松驾驭，看的就是舒爽。那接下来就是 STRT498，分别由清空光与神木里演出。刚刚那部是我相当期待的共演，那这部就是我最期待的共演。这两位也是当时在疫情结束之后一解封我就到日本去采访的演员，印象真的很深哦。那这次的主题就是夫妻交换，在秘密俱乐部里面，两位身材、气质、个性都截然不同的人妻，在经历过一次交换之后，开始食髓知味，让这种竞技的游戏渗透到了彼此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剧情演出或者是肉戏都很好看哦。同时在这边也推荐一下 STRT539，神木利在这个月也演出了这个屁股卡墙壁的题材。那必须说啊，虽然趣味性相当高，但有点浪费了神木的超顶级身材，算是小可惜的一点。好，接下来就是 SNOS093濑户环奈的新作，竞争力依然惊人哦。那这次的主题就是来自妹妹的诱惑，整部片都以第一人称进行，我只能说满足度真的高啊。对于没办法体会它好的人，我只能说评断
一个演员，你必须从图片、影片、演技、表演能力，乃至于社群媒体互动各方面去观察。那目前来说，我必须说整体的总和能力，可能整个业界真的没有什么人可以拼过他，非常的可怕。我们现在看的是 MIDA 533，石川绫这个月也是一部顶级实用作品哦。穿上学生制服的他，讲究的就是一个随传随到，只要提出要求，他就会满足你的需求，完全没有一丝怨言。虽然在身材上不像濑户这么炸，但光靠那个气质跟脸蛋就足以让人配3碗饭，是真正靠脸吃饭的强者嘛。接下来我们看到是 SNOS 146杜布穗乃，这位去年下半年加入了新生力军，现在也是人气不俗哦，拥有如娃娃一般的精致脸蛋，身高却超过170公分，加上丝毫不输给濑户的凶猛身材，只能赞叹 S1 广纳贤才的超能力是真的强啊。那在这个月呢，他换上了学生制服，演出一位在电车上不断遭到咸猪手非礼的田径好手，那个修长的手脚让这个剧情设定多了几分可信度哦。那也必须得说啊，看他穿着田径运动服做菜的样子，真的是相当实用啊，让那个身材曲线毫无保留的释放出来，强力推荐。接下来是 IPZZ 814佐佐木沙希，在这一部的最大看点就是超近距离的特写。如果你是喜欢他的脸蛋的话，哇哦，那我告诉你，你有福啦，因为整部就是满满的脸塞满画面，这个应该是评价会有点极端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脸很可爱啊，所以没有问题。那接下来看到就是 MIMK268 由老将 Julia 演出2次元的改编题材，剧情描写男主到好朋友家里去玩，并深深的着迷于朋友妈妈的美貌。想不到原来这位伯母是后母，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并且男主也很意外发现他的朋友跟自己的后母一直有不可告人的肉体关系啊。于是男主就逐渐沉迷在偷偷观察的快乐当中。那原作画风就已经十分的肉感色气，Julia 来诠释可以说是相当的适合啊，真的是老翁老啊写某头刀啊。我们再看这部是 JUR633，惠里在这部作品中扮演一位相当饥渴的伯母，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跟自己儿子的朋友啊已经长期约跑，约了5年。对于这种不正常的恋情呢，他还感到非常的苦恼，但是能够找到这种极品青春的霸体，他又舍不得放手。整部作品看他欲求不满的演技就十分精彩。那我们接着看这部是 SNOS 152安达系列，一个令人怀念的名字啊，在 S1 也是留下众多优质作品之后就消失了快2年，那这个月又在 S1 推出新作啦，主题就是禁欲500日。没拍片的时间就等于没做菜的时间。老实说啊，我真的觉得太唬烂了。但是只要有新作品，就一切好说。我个人觉得他的身材依然很优质，那脸蛋则是变得更加精致。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然后就是这部 SNOS 144神乐桃香在这部作品当中扮演一位泳装公司的员工。那这间公司的特色就是女员工真的随时都穿着各种泳装，而且还会帮男员工排毒。那本作卖点无疑就是看神乐那副顶级肉体换上各种火辣泳装造型啊。那必须得说啊，神乐在 S1 的超乳军团当中也算是演出特别实用的一位。不过这部的封面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就是这部就是神乐的隐退作，对，没有特别企划，没有献花，没有大解禁，就这样没了。这个业界其实就是如此啊，有时候人就这样突然消失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像山上优雅那样可以把隐退弄得像是科比巡回演出的，其实才是真正的少数。下一部就是 HMN812 5日式牙医，这一部剧情真的很屌啊！他扮演一位精明的房仲，在夫妻来看房的时候，抓准时机诱惑丈夫，在太太的眼皮底下直接跟丈夫来一场亲密接触，最后被灌浆的同时，也成功签下了契约啊！我只能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签约的话，那房仲真的也是蛮辛苦的。我们接下来看到是这部 ABF328 梁山林梦这部作品，我个人觉得算是那种导演也快要没梗了，就说不然就来拍一部从早吵到晚的好了。于是就真的有这一部，但是表现起来就蛮好笑的，有一种像是男主角性欲过剩，一直要撸小梁生的感觉，但是梁生配合度意外的也是蛮高的。整部片看起来除了实用性之外，还有一种微妙的幽默感。接下来就是 ADN764 白风美羽演出这一部，一开始我是被封面造型给吸引到，想不到内容也是蛮有趣的。男主是一个极度没有自信，然后完全不敢跟异性互动的社恐，也打从心中认为不可能有女性喜欢自己，想不到就遇到了对他完全肯定的白风，于是就整个大晕船啊！看男女主角之间的互动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看一看都会有一种哎呀这简直就是我啊的那种感觉。我们再来看到这部是 IPZZ781，樱空桃在本作直接告诉你
拍摄超过100部作品的他，早就已经对一般的做菜没什么感觉了。于是本作为了让他重回最初的快乐，决定借助化学的力量，直接菜高潮一波接一波啊，差点被玩坏。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只是设定，但是看到这么激情、充满张力的演出还是蛮爽的。不过这部看完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樱空桃真的还要继续再瘦下去吗？感觉有点小夸张了呢。我们接着看这部是 IPZZ802风可怜终于演出这个 Idea Pocket 超经典系列 Digital Channel。这个系列的特点就是大量的白果酱覆盖在脸上，就是我最常讲的摩阿明转导灰。那既然风可怜拥有那张堪称全业界最顶级的伟大的脸，演出这个系列那个冲击感已经特别强烈，实际看到作品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哦。不管是片中造型，或者是真的帮他现场敷面膜的桥段，都非常好看，推荐。接下来这部 MIDA 558水捕鹰竟然演出时间停止的题材，老实说这是一个我觉得颇为考验演技的主题，但水捕鹰的演技说真的已经比超富的英雄联盟操作更惨，但说真的这部的剧情还颇有巧思，足以让你忽略演技哦。水捕鹰在本作当中扮演一位幸福美满的现充学生，于是被嫉妒他的同学给盯上，同学就找来能够时间停止的大叔，让他对水捕鹰百般凌辱，各种丢脸。但最后的结局可以说是善恶终有报，大家不妨就看一下。然后就是 IPZZ788山城绫绫的新作品，老实说，我一开始看到解禁2个字，想说，他竟然这么快就有解禁项目，就仔细看下屏解禁。简单来说就是拍摄风格变得更下流、更激情。这基本上就是等于没什么解禁。当然啊，画面张力更高，做菜也更激烈，喜欢拳到肉的影迷就会比较开心。而且我觉得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山城确实是有它的地位啊，让片商不会急着杀鸡取卵哦。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这部 SNOS135男羽流演出这部作品，剧情还蛮特别的，觉得他所扮演的人妻，同时也在风俗店兼职。那因为身材比例过于稀有啊，就是那对大白兔真是太大了，于是马上被一些好色的邻居发现他的兼职，并且以此要挟。我们的男羽流小姐就此沦为整个住宅区住户的玩物。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以男羽流超过170公分的身高，再加上这么夸张的上围，如果他没有在装扮上面下一点功夫的话，我觉得在外面应该是真的很容易被认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这部是 ATID663 由立山立旭演出，非常可爱、身材非常好的一个女生。最令人印象深刻就是那个腹肌线条。那本作也是以此作为卖点，描写在工地上班的立山，透过每天做工操练出傲人的身材，但是却被讨厌的同事盯上，整天被咸猪手玩弄。喜欢这种好身材的影迷就千万不要错过咯。今天最后一部作品呢是 ABF330 龙本哪叶演出。那本作题材呢是文香社最近蛮喜欢玩的，就是把女生丢到一个全都是男性的环境当中，看会发生什么事。像之前就有丢到工地的版本，那这次呢只是被丢到了麻将馆里面。那一般来说对麻将馆的印象确实是男生比较多的那像龙本中顶级美女，当然就是从上到下，从店员到客人都来激战一番，直接大满贯胡牌，非常精彩。好，以上就是3月份推荐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大家也不要忘了订阅频道。我是总统，我们下次见，拜拜。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